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，算是一个很有趣的科技考古题 ——Google 的智慧眼镜。你可能还记得，大概10年前有个东西叫 Google Glass， 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是轰动一时，结果却也摔得鼻青脸肿。没错，那几乎可以说是科技界的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了。但有趣的是 ，Google 显然没忘记这个梦。我们手边的资料显示，他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算是卧薪尝胆吧。现在带着一个全新的剧本回来了，准备再战一次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。我们要一起来拆解这整个故事。首先，当年到底错在哪里？为什么一个看起来这么酷的未来科技，最后会变成大家口中的笑话？然后更重要的是，这次 Google 凭什么觉得结果会不一样？我们要从他们的策略、技术，还有整个市场的变化来好好聊一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从那个充满争议的开始，回到过去看一看。好，说到第一代 Google Glass， 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就是2012年那场发表会，他们找来一群高空跳伞员，戴着眼镜从飞机上一跃而下，还全程直播，那个场面真的哇，太震撼了。对，当时的气势真的没人能比。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 Sergey Brin 更是走到哪儿都带着它，就像一个来自未来的传教士一样。没错，他们把它塑造成不只是一个产品，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但问题是，当大家真的花了$1500买到那个探索者版本之后，才发现，梦想跟现实的差距实在有点大。听起来很炫了。什么骨传导听声音啊，喊一声 OK Glass 就能拍照导航。我还记得有报道说，有外科医生带着它开刀。对，是有这些应用，但他最终还是彻底搞砸了。他的失败原因太多了，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。但如果让你挑一个最致命的，会是什么？毫无疑问是隐私。真的，那个永远对着你的相机，彻底引爆了人们的不安全感。你想想看，你带着它走进一个空间，没人知道你是不是在偷拍，那种感觉太差了啊！对，就是那个 glass holes 眼镜混蛋这个词的由来吧？没错，是前所未见，完全正确。它从一个酷炫的科技玩具，变成了一个引发社会敌意的标签。然后除了隐私，它的外形也是个大问题。哦，那个外形，说实话，戴起来真的很像怪人，太突兀了。就算他们后来找了 Ray-Ban 的母公司合作，也救不了那个充满科技宅气息的设计。而且花了大钱，好像也没解决什么真正的痛点。当时的智慧型手机已经能做到大部分的事，而且，做得更好。没错。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教科书等级的教训。一项技术再酷炫，如果它挑战了社会最基本的互动默契，也就是我不想被你随时偷拍这件事，那它就注定会被大众排斥。Google 当年学到的最昂贵的一课，可能不是关于硬体或软体，而是关于人性。说得很好。所以第一代 Glass 就这样在2015年从消费市场上消失，转去做企业应用。然后企业应用也没了。对，最后也在2023年正式结束，这段历史算是告一个段落。所以第一代 Glass 就这样黯然收场，几乎成了一个科技界的警示故事。但有趣的是， Google 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梦，他们只是把这个梦藏了起来，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思考到底错在哪里。现在他们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本回来了。对，他们这一次的第一步就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思维。他们不自己做硬体了，而是回归到他们最擅长的事，做平台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Android XR 的作业系统。这一步棋很高明，就像他们当年用 Android 称霸手机市场一样，他们现在想在延展实境，也就是 XR 的世界里，再复制一次成功经验，让自己成为规则制定者，而不是众多选手之一。完全正确，这也直接修正了 Brain 自己承认的错误。他们当年根本不懂消费性电子的供应链和定价，所以这次他们找来了专家，第一个重量级的合作伙伴就是三星，双方加上高通，3巨头联手，准备在2025年推出一款直接对打 Apple Vision Pro 的头戴装置，叫做 Galaxy XR。好，
所以这个 Galaxy XR 头戴装置是什么样的产品？它的核心是 Google 称之为多模态 AI 的 Gemini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 AI 不只听得懂你说话，它还看得懂你看到的世界，你比出的手势，甚至是你眼神注视的方向。它就像一个真正能察言观色的助理。而且他们设想的应用场景也蛮有意思的，比如生产力方面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不再需要好几个实体荧幕，而是在眼前打开一个无限大的虚拟桌面。哦，对，然后同时开好几个视窗，甚至能把你的整台电脑画面都投进来。对我这种需要同时看一堆资料的人来说，这真的很有吸引力。我对生产力还好，但把 YouTube 或 Google TV 变成私人 IMAX 电影院这个点子，我完全可以。而且它还能把你手机里旧的2D 照片变成3D 的，听起来就像走进自己的回忆里一样，这也太科幻了吧！还有像是用3D 模式逛 Google Maps， 或者跟 AI 聊天，问他，我眼前这栋建筑是什么？然后用手画个圈就能搜寻。这些功能都显示出这次的重点不再只是显示资讯，而是真正与你的现实世界深度互动。听起来很强大，但那个价格$1799，比当年的 Google Glass 还要贵，所以这到底是卖给谁的？这就点出了这次策略的另一个不同之处，它不再是想一步到位让所有人都带上它，它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那些愿意花钱体验顶级生产力工具的专业人士，或是对沉浸式娱乐有极致要求的早期科技玩家。先用高阶产品建立起生态系，培养开发者，把基础打好。我懂了，所以这个昂贵的头戴装置其实只是一个过渡产品，一个特洛伊木马。你可以这么说，它是一个 stepping stone， 一块垫脚石。因为资料清楚地显示， Google 真正的长期目标又回到了眼睛上，这才是他们对初代 Glass 愿景的第2次尝试，预计在2026年登场。等等，所以他们不只是要做一副新的 Google Glass， 我看到他们这次的策略好像更复杂，有2种不同的眼睛，这倒是很出乎我意料。没错，这就是他们学到教训的地方。他们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或想要一个萤幕在眼前，所以他们计划推出2种产品线。第一种是 AI 眼镜，它没有萤幕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Meta 跟 Ray-Ban 合作的那种智慧眼镜，有相机，有麦克风，有喇叭，主要功能就是让你随时随地跟 AI 助理 Gemini 对话。所以就像是把一个超聪明的语音助理直接戴在你的耳朵上，而且它还能看到你看到的东西。例如，你可以问他：“我手上这个番茄新鲜吗？”或是帮我拍下眼前这个画面。正是如此。而第2种才是 Google Glass 真正的继承者，叫做 AI 显示眼镜。它的镜片里会有一个微型显示器，可以非常低调、私密地把资讯投射到你的视野里，像是导航路线、会议的即时翻译字幕等等。哇，这个策略聪明多了。他们把 AI 助理和视觉显示这2个需求拆开来，满足不同的人。而且这一次他们学乖了，不再自己埋头搞设计，而是找来一堆时尚品牌合作，像是美国的 Warby Parker 和韩国的 Gentle Monster。对，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让它看起来就是一副正常的好看的眼镜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，他们这次最大的王牌其实是 AI。Sergey Brin 自己也说，第1代 Glass 虽然叫智慧眼镜，但它其实一点都不智慧，它只是被动地执行你的指令。但现在有了 Gemini 这样的大脑，眼睛能理解上下文，能进行真正的对话。也就是说，互动方式从过去那种有点蠢的 OK Glass take a picture 变成了更自然的，像是你直接跟眼镜说：“哇，这夕阳好美，帮我拍下来。” AI 就会自己理解。对，这体验上的差距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。没错。那么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很明显，智慧眼镜的战国时代要正式开始了。Meta 已经用他们的 Ray-Ban 眼镜抢下了一些市场，据说已经卖了200万副，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但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
很多买了 Meta 眼镜的人，主要还是用它来听音乐、打电话，把它当成一个高级的蓝牙耳机在用。这倒是真的。AI 拍照或问问题的功能使用频率反而不高，这是不是代表就算硬体到位了，大家还没准备好跟脸上的 AI 互动？这就是 Google 的机会，也是挑战。如果他们能证明 Gemini 提供的体验远比 Meta 现在的 AI 更有用、更无缝、更聪明，那他们就有机会后来居上。这场战争最终比的可能不是谁的镜框比较好看，而是谁的 AI 助理比较像个真正的人。所以绕了一大圈， Google 的智慧眼镜之旅又回到了原点，从一个时机过早、侵犯隐私、被公开处决的产品，演变成一个建立在开放生态系、时尚合作伙伴以及最关键的一个强大 AI 大脑之上的全新策略。对，这就为你也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10年前，整个社会因为隐私的恐惧，集体否决了 Google Glass。但这10年来，我们已经习惯了无所不在的镜头、智慧音箱，我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数据喂养 AI。你是说我们的底线已经被改变了？我想问的是，我们对隐私的态度真的有足够的改变，来迎接这些功能更强大、镜头更隐蔽、AI 更聪明的新一代眼镜吗？还是说 Glass 后的问题只会再上演，只是这次镜头后面多了一个更强大、更无所不知的 AI？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。